观众朋友好，经过2个月之后呢，川普今天公布了他的500万美元的移民金卡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能够对美国的国债和美国的经济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以及对我们想移民的华人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另外就是说美中贸易，我们都知道达成了一个框架性的协议，可是呢，今天细节出来之后，我把它叫做恐怖平衡。这是什么意思啊？好，这是今天方伟给您带来的主要的新闻。那当然了，前后新闻有好多条哈。我们先说一下这个印度的最新发生的这个叫做空难，真的很不幸的一件事情哈。那么印度一架载有242个人的乘客的飞机，这个乘客加机组人员本来要飞往伦敦的这个波音787-8型客机，在星期四印度时间当地下午1点38分从艾哈迈达巴德起飞，那么原计划是飞往伦敦的盖特威克机场，但是飞机在爬升到625英尺，就差不多也就是就200多米的高度的时候，就突然失去联系，然后就往下坠毁到了印度西部的这个古吉拉特邦的一个住宅区。那飞机上总共有230名乘客，其中169人是印度籍，53人是英国籍，那么1个人呢是加拿大籍，还有7个人是葡萄牙籍。那么目前估计都已经遇难。飞机坠毁在一个有办公室的一个住宅区，所以一些当地居民也可能遇难。现在在地面的这个丧生的居民可能最起码有5个人，而这个波音787的客机呢又叫做 Dreamliner 叫梦幻客机，从2011年就开始服务以来呢，迄今为止没有发生过致命的空难。这架飞机原来是就是说它的这个服务的机龄是11年，11年其实是很年轻的而这个787其实在波音最近这个声誉一直不好，但是787仍然是拥有商业航空领域最佳的安全记录之一的这个机型。那么当然了，周四的这个坠机事故对波音飞机肯定又是一记新的打击因为近年来呢，波音一直是深陷这个安全跟生产这个问题之中。波音的股价在盘前也是交易大幅下跌，我刚才看到是跌了7%，我不知道现在是怎么样在节目中我就不查了，大家反正都知道肯定是重创了。好，下面一条消息呢就讲到是川普发布500万美元的移民金卡。所以呢，到底发生什么呢？其实卢坦尼克美国商务部长在3月底就说了这个川普的500万移民金卡即将推出，2个星期之后就推出，结果时间等了2个月，那终于呢在昨天他推出了。而这个500万这个美元金卡的意思很简单，就是说你出500万块钱，把它给美国政府不是拿来投资给自己，是给美国政府，马上就给你一张这个美国的这个移民金卡，最后能够变成公民的。那卢坦尼克呢，就是商务部长，是这个金卡的设计人、提出人，当然川普是点头呢，2个人是同意之后才推出这个的方案的。那卢坦尼克在去年11月份川普赢得大选之后呢，他就跟他去找马斯克说好，我跟你分工马斯克你帮这个我们国家省下1个兆1万亿美元一年，我嘞帮国家赚1万亿美元，那么这样一进一出不就多出2万亿吗？我们不把联邦预算就平衡了吗？所以呢，这个移民金卡是卢坦尼克的计划中的一部分。这个卢坦尼克他其实是个商人，从来没有从过政他在1980年代呢就跟川普熟识，那时候他是个小青年呢，那么跟川普交情是40多年在川普这个叫做第2次竞选总统的时候呢，受川普邀请来加盟他的竞选团队，选战胜利之后呢，获邀请来这个加盟内阁并且担任这叫做 transition 叫做过渡团队的共同主席。那么帮川普来振兴美国经济，其中包括减少甚至于消灭美国的国债。这2个人呢都很有商业眼光他都很能识别美国亮眼的产品，这个产品以前从来没有人想过，就是美国公民的身份对吧？所以说起来呢，其实说起来川普赚钱他很会赚一种钱。大家知道川普大楼也好海湖庄园也好，川普的这个高球场也好，川普很会赚富人的钱。当年在1983年呢，川普在纽约买了一个这个叫做一个破楼那么把它最后翻修成为川普大楼 Trump Tower。那么当时购买地皮，购买这个破楼，然后再把它修好，修成一个极尽奢华的大楼，总共的成本花了2.2个亿。在1983年把它修好之后呢，川普把它推出去这个上市然后呢，它的底下的3层呢都是作为叫做豪华的这个奢侈品的这个商店，那么也是吸引富人。而上面的呢这个263套公寓川普自己留了15%，把另外85%拿去卖掉，那么总共是223套，在4个月之内全部卖光。
那么每套平均卖120万美元啊，在顶层的公寓会卖到300到500万美元，这是什么概念？就等于这个每套公寓平均卖370万，因为当年的$1，1983年等于现在3.2块钱，所以等于是平均每套公寓啊，川普大楼里头今天买的话是370万美元，而顶层的公寓呢是这个叫做等于今天的1000万到1600万，天哪，所以呢什么结果哈？一把卖下来，他就收入2.6个亿，所以把所有的成本全部都这个吞掉，然后还能够赚钱，还有的盈余，他下面还有3层楼去做他的经营，还有15%的公寓，所以呢，川普会做生意啊，他就是做豪华人的生意，因为他把整个的川普大楼的所有的这个叫做公寓房间呐，装饰的美轮美奂哈，极尽奢华。就让所有的就吸引的人就只能是那种手里有钱也不在乎钱，但是又需要有这个富豪待遇的这么一个对象。那另外一个故事就是川普讲的海湖庄园嘛，我专门讲了这么一个故事，对不对？那海湖庄园的前主人呢，把这套这个叫佛罗里达的哈，叫做冬季白宫这么一个极其豪华的庄园，在死后捐给美国政府，美国政府连养都养不起啊，最后归还给前主人，前主人的后人就贱价出售。那么到了川普手里呢，他又是把它装点的叫做极端的豪华，然后呢再租给到佛罗里达来度假的美国的这个富人啊，包括这个叫做体育运动员呐，这个国际富豪啊，好莱坞的名流啊等等之类的哈。光会费现在会费一年这个100万美元。100万美元有什么好处呢？没有任何的免费的住哈，你在那住一晚上，那么要付2000美元，而且一年你住的时间不能超过2个星期，所以你看他能把当初谁也赚不起钱的一个东西变成这个样子，所以这就是商业眼光哈，很知道说怎么从美国这看出来，或者说海湖庄园，或者说川普 Tower 看出来什么是可以拿出来变现的。那美国公民呢，现在就是卢坦尼克加上川普所想出来的变现的美国的资产。那卢坦尼克算了笔账哈，他公开说，他说如果我们找到20万人的话，20万人每个人给我们500万美元，那等于1个兆啊，或者说1万亿，那就等于是整个现在美国国债的利息。你如果能卖到超过20万的话，你就可以叫做吃进叫做美国国债了啊，国债的本金了。那卢坦尼克他怎么推广这个川普金卡呢？他是这么说的哈，2个观点。第一个观点他就说啊，你要是买川普金卡的话，就代表着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啊，美国在你的身后，无论你在什么时候遇到什么样的危险，你都可以退回到美国哈，我们会保护你。这说的富人会动心吗？我们的观众朋友中有没有这样的富人哈？第二呢，如果你公司里有年轻人才华横溢，但是又没法移民到美国，没法跟着你走，怎么办呢？你就掏500万美元，直接给他买张绿卡就完了，买张金卡就好了，他就可以来移民美国了。所以呢，他的目的基本上就是网罗天下有钱人和这些有钱人他们需要照顾的人，就这个意思哈。这里头还有家庭哈，比如说一家4口，你知道500万可以搞定吗 ？No， 乘4要2000万才行啊。所以呢，一个人一张金卡哈。那现在呢，这个卢坦尼克跟川普推出来的这个川普金卡，我们的问题是谁会来？有这么多人来吗？首先我觉得肯定是第一个问题，就是很有钱的人哈，他需要走这条路吗？需要买你的金卡吗？还是没必要？大家知道哈，掏出500万这个美元呢，这样的闲钱来买一个金卡，那么你自己大概起码得有多少钱呢？因为500万块钱是给你买自己买嘛，对不对？假如你有2个孩子1个太太，加在一起就是4张，那就2000万美元。你要是没有5000万美元1个亿的话哈，或者5000万美元的话，你会做这个事儿吗？你总不能把自己的所有资产全部都去买一张金卡吧？所以呢，就是说咱们就这么假设好了，身家有5000万美元，他们现在移民美国有什么路？那基本上是一条路，就是 EB-5 投资移民。但是投资移民需要有什么呢？要有投资移民的项目，所以要走流程，很麻烦，时间也很长，要花上5年甚至5年以上。那么第二个呢，就是 E2 投资者投资签证。那么这只限于台湾加拿大或者英国这样的投资人。那么它是一个过渡性的签证，时间也是非常长也不方便。第三呢，就是叫做跨国公司的高管签证 L1。那么也是来拿这个潜在的绿卡，也是好几年的时间，最后才能搞定身份。再一个呢，是最简单的就是 EB-5 EB 就杰出人才签证就 EB-1A，1到2年就可以拿到了哈。
那而且不用花什么钱，它最快的。但它的问题是什么？你得是杰出人才啊，富人可不一定是杰出人才啊，达不到美国政府的这个要求。所以呢，简单的说吧，就是富人并不能保证他能很容易来到美国。川普金卡呢怎么办？只要在网上这个网上注册一下，2到6个月之内就会把这个金卡给你，就这么方便。好，我们说一下那有多少人呢？我查了一下在这个 Grok 这边呢 ，Grok 说截止到2024年，那么全球拥有的是5000万美元或者以上净值的人群是20万人，那么其中美国已经占了50%了，那就意味着美国人不需要来吗？而中国是位居第2，所以这个对象主要是中国人那第二呢，就是另外呢，就是如果把它降低到2000万美元的话，那么 Grok 说全球有80万人也是一样。1半在美国，就是40万人在外国，所以现在看起来呢，总共你说真的能够买这个金卡，我看这个用 Grok 查下来的话呢，可能是10到20万人而已。所以呢，他们全部都乱买，也就买1个兆。那你要说5个兆，那可能是达不到的那至于说我去问 ChatGPT， 那数字就更低。好，所以呢，这是大概的人群的情况我不知道跟你的感觉是不是相合。再一个呢，是不是还有什么人会来比如说贩毒分子、恐怖分子腐败分子，他手里很多的现金那么他们会不会趁这个机会纷纷跑来美国？那卢坦尼克说那不会，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会查所以呢用这个方法来解决，所以其实并不是立刻就给的是2到6个月。所以呢，这是大概这个川普金卡的相关的一些信息。你觉得这个项目可以成功吗？我把它成功定义成美国可以收到1个兆，1万亿美元20万人可以买。你觉得如果可以成功的话呢，你就打个1；你如果觉得做不到只是一个叫做什么来着？想法就是由于过于美丽的一个想法的话，就打个2。我们看一下大家的感觉怎么样，好不好？如果您有您的朋友是真的是富豪富豪级的，比如说2000万或者5000万身家的，那如果人民币再乘个6乘个7嘛，对不对？你觉得他们会做这件事情吗？当然了，在中国大陆有很多别的问题了，对不对？就是资金出不来的问题。那么总而言之吧，我们就请大家帮我们做一个估算，这500万美元的川普金卡到底能不能找到足够多的客户来帮到美国的国债的减免。那最后有一个可以对我们在美国的华人的可以说有一个可以安慰的地方，就是说你现在知道了你知道你一个公民值多少钱？你一个公民就值500万，因为川普金卡给美国公民就定了一个价了，是不是这样好的，那下面呢，我们来讲这个美中关税战，我把它叫做恐怖平衡。这个川普的对中共的关税战，目前看起来真的是有点如同冷战其实是一种恐怖平衡。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首先大家知道这个中共呢，先是把这个稀土出口当做它的一个谈判的筹码，而美国呢也祭出它的谈判筹码，也同样是它的出口管制，包括什么呢？包括美国的芯片限制进到中国，中共的芯片包括华为限制出来，那么美国的喷气发动机的零件那么限制给中国，那么再一个这个中国需要的核电站的材料美国也限制，再一个学生签证卡掉，再一个美国的半导体设计软件卡掉。再一个呢，乙烯乙烯其实是很这个咱们大宗的东西，就美国生产那个叫做页岩油生产出搞出很多乙烯来，这些乙烯呢，美国多得要命，多得没法用而这个乙烯是用来做塑料的中国很奇怪中国就很缺乙烯，那么这个东西也卡掉。那这是这方面几个方面，就一个出口管制对6、7桩出口管制，这是一个战场。另外呢，双方关税，川普说55%对10%，这么说其实是不对的为什么呢？因为现在中国对美国的关税平均都已经33%了。那现在川普说你可以跟我10%是什么意思是在33再加10%吗？还是说我要低于这个叫做什么来着？10%你可以拉上去。所以呢，现在说不清楚所以既然这个现在中国收美国关税是平均到33，所以双方的关税比例就是33对55，不是吗？所以而不是10对55，所以双方的这个叫做贸易战呢，现在不是用关税来对打，已经几乎离开关税这个战场了，而是用出口控制来对打，来打仗，打的就是说白了就是对方所依赖的没法缺少的供应链。这个打法就有点像美苏冷战就是叫做美苏冷战，当时叫做确保互相毁灭，就不让你掐死我的方法是我确保我可以掐死你。
因为谁都不想死嘛，对不对？所以就不会把对方掐死，因为你把对方掐死的同时，人家可以把你掐死，这就叫当年的叫做确保相互毁灭那么是一种恐怖平衡啊。那现在就有点是这个样子，对吧？如果说中共就说，如果你掐我的话，我就不给你这个叫做稀土了。而稀土很不幸，现在成为美国的叫做电动汽车、美国的高科技产业、美国的国防工业等等等等都需要的东西。它那个稀土最后就是一片小磁铁，这么小，像个口香糖那么大，这个小磁铁，可没有这个东西的话呢，很多高科技的东西全都做不出来。而美国就说好，你要卡我脖子我把你全部卡死，你一个留学生都出不来。所以这就叫做恐怖平衡所以现在相关的细节呢已经出来了，大家已经看到了在伦敦到底发生了什么。那卢坦尼克呢，其实是个商人，他不是个政治家，讲话都是很怎么讲，就是很直率所以从他的讲话中，你可以看出很多他们背后的端倪。他基本上3个方面他首先他跟中共说，你不要跟我们玩我们比你强大太多我们治你们的法子多了去了。所以这就是纽约商人对中共谈判的这个口吻第二呢，他要逼对方要放弃芬太尼，管制芬太尼。你知道这互相怎么交手那对方就说我们没有办法管制芬太尼，太困难了。那卢坦尼克就说你扯什么扯呀你1个小时就可以这个叫禁止稀土出口，你也1个小时可以禁止芬太尼出口。卢坦尼克说的对不对？当然对，但对方就是耍赖就是说不干。结果呢，芬太尼这20%的关税还留着，所以美国的55%就是10%的基准关税，20%的芬太尼关税，还有25%的是第一届川普政府的关税留下来的，所以等于是关税美国就没有变这么个情况。但是呢，显然芬太尼就是20%根本就拿不下来。这以前我跟大家讲过芬太尼对中共来说是针对美国杀死美国将近10万青年，一年呢可以杀到将近10万青年的这么一个叫做鸦片战争，这是个战争行为。你拿25%想让我不打这个仗，你也太便宜了吧？这是中共的想法所以我以前跟大家讲过美国要挡住中共的芬太尼，你要把它加到200%才行。所以显然呢，中共就不退嘛，不退呢，那他也顾不上因为现在美国是顾不上这个东西的，他现在要解决的就是压制对方，要把稀土交出来，所以别的东西都是顾不上所以就没管，因此才是谈成这个样子。因为美国不能让美国的汽车公司、半导体公司和军工企业停产，好吧？那结果是什么呢？双方谈判下来这个结果呢，我给大家总结一下。但一个结果就是刚才已经跟大家讲过的就是一种恐怖平衡。这种恐怖平衡是随时会生变的。而中方已经说了刚刚离开伦敦，他就说我们给你稀土可以，就6个月，6个月之后要重新申请一遍。也就是说呢，对于任何倚仗中方稀土这个叫做稀土和磁铁出口的美国企业，没有长久的指望，6个月之后又没了所以中共等于是一张牌打出去。过6个月收回来重新打过，所以呢，随时可能生变。这个伦敦的谈判一点都指望不上，没有稳定性可言。第二呢，就是说，即使你能够稳定下来，那么在这个稳定的这个期间，双方绝对都在各自谋求脱钩。美国一定要这个快马加鞭的要做自己的，建立自己的稀土产业，对不对？那中共也是各项这个依靠美国的东西，他肯定要想在别处去找答案。所以呢，这个长久而言，双方是各自谋求脱钩，这是肯定的，这就是双方的这个叫做贸易谈判的一个结果。好，那么这样下面呢就是说，在讲下面的新闻之前呢，就是跟大家说一个蛮放松的事情如果你夏天有时间想去旅行呢，我推荐你一定要去如果想去欧洲的话要去希望之旅组织的中部欧洲的游，这是8月1号到8月10号2个月之后。那么10天9夜，它是一个深度漫游德国、捷克跟奥地利这3个国家，那么3个国家的8个城市那么途经阿尔卑斯山一路向北一路可以说是湖光山色最美的小镇，非常的漂亮。这个旅行最大的特点就是精品游人数少，它不购物也不拼团也不赶路慢慢的体会。而且大家知道一个旅行的导游是非常关键的。欧洲团的导游知识是非常的丰富，历史文化等等故事讲得非常棒，走一趟下来会留下那个一生难忘的记忆。所以所有的团员呢参加之后都很爱听都反馈旅行很有收获。那导游的服务也很周到，所以是叫做难得的金牌导游。所以刚刚参加完5月份欧洲游的朋友，就其中有个朋友叫郭先生说反馈的案例可以根据他就说这一次真的是让人流连忘返
很高兴这次旅行跟大家相识，每个人都很好相处，也非常开心。希望之旅的旅游另外一个特点就是三观一致的人一起旅游哈。他说感谢希望之旅的精心策划跟安排，让我们享受了一次历史文化风光跟美食之旅，导游很棒啊！有新的路线我一定会再参加。8月份正好是暑期啊，你可以带孩子一起去旅游，既好玩呢，又能学习丰富的欧洲文化历史知识哈。精品团的名额有限，那么想去的朋友就赶紧报名喽啊！另外呢，希望之旅成熟的路线还有台湾、日本、澳洲等等，还可以为家庭出行安排定制化的服务。那么拨打电话热线是855-955-5227，或者发邮件咨询，都可以拿到相关的这个资讯。好的，那下面讲一下这个伊朗的情况啊。伊朗现在在跟美国谈判，谈到现在已经经过起码4轮谈判了，基本上没有出结果。结果伊朗最近就誓言说将大幅提高这个浓缩铀的水平，浓缩铀到一定程度就可以生产出核武器哈。所以伊朗的核设施的负责人表示说，一旦目前的设备准备就绪，将在新的这个叫做无懈可击的地点开始这个浓缩铀的提炼。伊朗同时还威胁他是真的是以攻为守说如果谈判失败并且爆发冲突，将对美国的军事基地采取行动。那川普总统呢在谈及伊朗的时候就说，这个我们的中东的人员正在撤离，那里可能会变得危险，我们将拭目以待。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就这么简单，我们不会允许这种情况发生这什么意思这个意思就是说，美国跟这个以色列开始做这个轰炸伊朗的核设施的这个叫做准备。那由于地区的局势紧张美国驻以色列耶路撒冷的大使馆已经开始限制员工的行动，同时呢开始最大限度的撤出美国驻伊拉克的外交人员，以减少人员的面临的风险。这是中东，所以一场中东的叫做小规模战争很可能很快就开始好，下个新闻讲的是周末，这个周末很特殊这个周末是什么呢？是6月14号星期六又在 DC 将举办盛大的阅兵行动这是由川普所推动的军事阅兵，那么旨在纪念美国陆军建立250周年。OK， 那什么情况呢？在1775年的6月14号，当时的第2届大陆会议就授权由各殖民地的民兵组织在一起，成立我们这个叫做北美殖民地的统一的军队，那么来应对美国独立战争的需要。当时呢，在当天呢就任命了乔治华盛顿为这支军队叫做 Continental Army 叫大陆军的总司令，那么负责协调作战。那然后就是开始规整13个州的这个殖民地的民兵，整合成一支正规军，就奠定了美国现代陆军的一个基础。那从这一天开始呢，美国陆军呢就把这个6月14号定为美国陆军的生日那这个陆军生日很有意思也是川普的生日。川普今年的这个79岁嘛所以同一天呢是川普的生日。所以2025年的这个周末6月14号将迎来陆军的第250周年的纪念日和川普的生日。那这一天呢，基本上在这个陆军的生日，一般都在各个军事基地都会举办仪式升旗阅兵小规模的阅兵和历史的展示。但是呢，在 DC 的阅兵却是非常非常独特的。为什么呢？因为美国不像很多国家逢5逢10动不动就搞阅兵，美国在历史上阅兵就那么几次，我给大家数一数一个是1789年，乔治华盛顿就任美国第一任总统的时候，在纽约进行了一次很小规模的简单的这个阅兵，一个军事游行。那么下一场呢是南北战争结束1865年林肯主持的华盛顿的这个 DC 的胜利大阅兵 The Grand View of the Armies。那然后呢，那个时候是叫做20万联邦军队在林肯遇刺之后接受检阅，这是美国历史上首次大规模的全国性的阅兵再下一次呢，就是在 The Great War 当年叫大战又叫做第一次世界大战。在胜利之后，在纽约跟华盛顿地区凯旋而归的美国远征军那么在那里举行阅兵，这是第3次。第4次就是第2次世界大战，1946年。那么也是在纽约曼哈顿第5大道举行，由陆海空3军参加的大阅兵。再往后呢，是1953年艾森豪威尔就职典礼之后，那么在 DC 做了阅兵其实就是韩战时代通过这次阅兵是展示美国这个国家的军事力量。再来到1957年，这个也是奥森豪威尔这个第2次
这个叫做就职之后典礼之后呢，也做阅兵哈。当时呢也是阅给谁看的？阅给苏联看的，因为当时美国跟苏联的冷战不断的升温，在这个背景下做的阅兵。再往下呢，就1961年啊，肯尼迪就职之后的阅兵，在华盛顿也是在冷战期间展示美国的军力。再一个呢是1981年啊，里根总统就职之后阅兵，也是强化在冷战高峰时代的美国的军事力量。再一个最后一次哈，就是1991年的海湾战争胜利之后的阅兵，在华盛顿 DC， 大家看看多少次哈，1、2、3、4、5、6、7、8、9，美国250年的历史上哈。那么总共只有9次阅兵，这是第10次阅兵，这非常少有哈，所以你一辈子有时候都碰不上一次。好，那么所以呢，这次阅兵的同时啊，另外一个东西叫 No Kings 游行或者集会哈，也就是说反川普的力量啊，将在同一天，它声称在美国的50个州超过1800个城市和部分国际地区，包括欧洲啊和南美举行反川普的抗议活动。来反对川普的这场阅兵，那么他把这个活动称为 No Kings Day 啊，就是无王日的意思，就是讽刺川普他是个王嘛啊，是个美国的这个独裁者。那么这个阅兵是由叫做美国的进步组织或者叫做放任组织哈，就叫做 Indivisible， 联合了200个亲叫做劳工团体啊，以及说这些 progressive 的这些组织来协调的，这是第2件事情。所以呢，周末会很热闹哈。当然了，周末华盛顿 DC 的阅兵的安全问题，以及说你说1800个城市，我是不相信了，但几百个城市有可能有啊，100多个城市可能会有，会不会发生暴力事件，这都是周末需要大家紧急注意的哈。那另外，在在方伟所待的这个纽约的近郊哈，近郊的这个地方呢，这个 Middletown 这边哈，新世纪举办第3届叫做 American the Beautiful Festival。那么也是配合今年是美国建军250周年，这个本地的活动呢是受到了美国陆军部和这个西点军校的支持，有些非常特别的演出，所以在纽约叫做郊区哈，那么西北部的 Middletown 附近的这个观众朋友呢可以去看，那预计会有一个很大的人流，那我星期六我也会去那个地方哈。跟大家说一下，好，另外呢，这个节目结束前呢，再跟大家说一个，刚才说了哈，8月1号8月初去欧洲的旅游哈，因为大家知道美国建国250周年，从现在到这个1年之后，美国有若干个250周年，美国建国250周年，美国陆军成立250周年，美国海军陆战队成立250周年，莱克星顿枪声250周年，就很多都是具有历史意义的哈。所以在这个时间呢，如果踏上我们的美国建国之旅，我觉得会有特别好的收获哈。美国建国之旅是从美国东北部的普莱茅斯的五月花登陆的这个地方开始，再去到莱克星顿的枪声，再去到这个波士顿的叫做宪法号战舰，再去到这个华盛顿渡口在新泽西的，再去到费城的不是这个叫做宾夕法尼亚的弗吉山谷，当初华盛顿屯兵的地方啊，屯兵跟练兵的地方，把大陆军变成一支真正的正规军的地方，再有去到费城，美国大陆会议的这个叫做开放的地方和美国建国的这个制宪会议的地方，再有去到美国弗吉尼亚南部的叫做约克镇，美国独立战争的最后一站，最后再去到福农山庄，华盛顿的家乡。他的家啊，所以一路上都是非常有意义的东西啊。由这个保罗斯考森教授那么亲自担任导游啊，所以是很高品质的一个真的能够了解美国历史和它的建国价值的一次旅行。也是8月初哈，相关的电话也在下面哈和网站。如果当然了，我想欧洲旅行这都是各取所需哈。你如果对美国历史非常感兴趣的话，我就推荐您一定参加美国建国之旅。那如果您想放松一下，看一看欧洲的湖光山色哈，那就可以参加欧洲的旅游，好吗？就希望您在给您的夏天增加一份色彩，好吧？那就这样了，感谢您的收看。喜欢方伟节目的人，走之前不要忘了订阅哈。另外，新的观众朋友，大家能够就记得订阅一下哈，让这个节目可以帮助您，给您更新美国最新最快的新闻以及新闻背后的故事，好吧？谢谢啦。好，那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见喽，拜拜。